朋友，我们明年2024，当然我们台湾要选总统，这是很重要的一役。美国也一样，明年2024的年底也要选总统啦。我们看到川普前美国总统，他自己要跳出来选，不过呢，现在他官司缠身啊，而且还伤荷包哦。据说呢，光是要打官司，他就要付出超过12亿的诉讼费哦。那包括你也可以看到呢，他跟媒体的关系也很紧张，尤其是 CNN 哦，那个时候他在当总统的时候，就常常对 CNN 的记者啊说你说什么？你离开哦，包括这两边对骂哦。现在他在野的状况。他不是总统了，他还是跟 CNN 对上了，因为 CNN 有描述他说他主张这个选举舞弊是大谎言把我跟希特勒牵连在一起，涉嫌诽谤要求求偿149亿台币不过这个事情，这个官司，这个请求已经遭到联邦法官的驳回那我们看到，包括川普他自己有很多挑战，那当然包括他的这个所谓机密文件案的罪名又再添了3项。删除监视器画面这是最新的指控，而包括呢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调查，现在都在调查中。不过川普自己讲了，不管怎么样，他会选到底。而拜登呢？拜登面对来势汹汹的川普，他会怎么做呢？我们看到他现在也在全国走透透啊，包括他跑去地方上面演说的时候，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了这一句话，针对中国大陆而来，他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赶快来听听看。We used to be rated to have the #1 best infrastructure in the world. Now we're number 13. China used to be beyond 13, and now they're number 2 or 3. What's going on here? How can you have the b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the 13th ranked infrastructure in the world? 好，你看到拜登他在地方上面演说、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讲了，我们现在落后了。过去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很落后，全世界排名17、18名。我们美国曾经是第1名，可是现在中国变第2名了，美国排名第14了，这是拜登说的。不过他引述的这个资料来源，我们去查了一下，可能拜登他自己记错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排名，现在全球第一基础建设第1名的是新加坡，第2名的是荷兰，第3名的是中国，美国是在第13名这是实际排名，我们去查过了。这是这个金融时报也讲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不足以支撑。产业政策包括基建包括各个方方面面拜登他可能是要提醒美国人说，我们现在严重落后给中国了，所以我们要急起直追。可是要怎么追呢？你至少劳动力市场你就不够了嘛。我们看到呢，台积电现在不是跑去美国设厂了吗？可是工厂的进度看起来有一点点困难。为什么？因为美国制造业缺工。这个问题很惊人现在美国建筑业人力缺口多达65万人未完工的订单创下4年新高，很多工程没有人做拜登这个在他的这一场演讲跟访问里头，他其实还提到了一个重点，他说他曾经告诉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说美国就是太平洋国家这是他的原文他说，习近平问我说，为什么称自己为太平洋国家？我说，因为我们在太平洋上的边界比你们更长那习近平看着我说，你说的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 double check 习近平，我不晓得习近平有没有这样回应嘛。不过等一下请这个包括来宾来跟我们解说一下，什么叫做美国就是太平洋国家。而另外我们刚刚讲到中国的基建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这几年他们的工程队到各个国家远征中东、远征非洲，去帮当地的国家做基建其实他们的实力是很坚强的。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他倡议要花费8460亿台币扩建铁路，希望未来可以连接沙地阿拉伯，从以色列连接到沙地阿拉伯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那最后他如果要盖的话这个基建铁路会找谁来盖？是美国还是中国呢？另外拜登其实曾经讲过一句话他在一场演说里面有讲说，美国计划要修建印太跨洋铁路。
哇，这个又是一个更大的工程了哦。那他讲出这句话，其实很多人有一些疑问，因为包括你印太的跨洋铁路到底要怎么盖啊？到底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是不是你讲错了哦？所以在 Twitter 上面其实蛮多哦，包括这个共和党人在笑拜登的。那另外我刚刚讲过了，中国在中东哦，其实不断的在支援盖基建哦。那另外中国跟阿联酋哦，最近也举行一个这个所谓的军演，这个叫做猎鹰盾牌2023的一个联合军演，将在新疆举行。第一次的空军联合训练，而另外呢，阿联酋某种程度也跟中国大陆有一些军购哦，它大笔的采购了 AR3 多管火箭炮系统，以及像是战机啊、无人机啊这一些我们看到人民币这个大砸人民币向中国大陆来买，所以现在世界上包括在军力上面，包括在商业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了。我们来问问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拜登的选情现在到底是利还是不利那川普官司缠身，到底还有没有搞头啊？两个人这个民调就是像麻花一样啦，有时候谁输谁赢这样啦那各有缺点啦。那当然，最后只有这两个人是唯一的候选人，就是美国人的悲哀这样了这个 DeSantis 共和党只有44岁，民调竟然落后拜登高达30%，这简直是难以想象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落后那个川普了，说错了事实上，拜登在讲这个基础建设法坦白说了，难道你以前没干过副总统吗？奥巴马8年的时候，美国就已经是这样了啦。那时候你怎么不做？怎么现在突然之间要提出1.2兆？基建法案这个讲白了就是在买票嘛。因为中低收入户大部分就是支持民主党的嘛。比如说美国啦，美国3座桥就有1座需要修，43%的道路状况不好，然后有2400万户的家庭网路不好，220万户的家庭没有自来水。好，你假设你去克服这些问题，那这些人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对，这不是变相买票吗？那我请问你，这种现象在奥巴马时代没有吗？川普只当4年那个时候你不是副总统，那奥巴马怎么都不处理呢？我们再讲白一点请问美国有哪一家大型的基建的承包商可以来承包这些工程现在全世界排名前20的基建的承包商有14家在中国，另外6家在欧洲，就是这样所以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承包到时候是不是这个可能又学台湾的啦？这个叫美国版的前瞻建设前瞻计划，对，就到时候他要发包嘛，对，各州就发给是不是又有一些他可以主导的一些权利啦，做发包啦这个就跟民进党搞前瞻建设一样嘛。事实上，这个东西而且是选举年最后1年才在搞民进党至少比他高明蔡英文一上来就开始搞了，对不对选举最后1年才在搞这个我觉得这种政治性太明显了啦所以他一再吹牛了。我们比如说美国不是要搞那个基础建设，他叫 PGII 他说要提供6000亿协助全世界去盖基建，到现在没有一个案子成案这个很简单的逻辑嘛，就是他并没有在这个部分有领先优势嘛，完全没有嘛所以这里扯到什么亚太铁路、印太铁路，那就听听就好了啦知道他那个 PGI 6000亿到现在还不知道钱在哪里那也没有一家民营公司，他就没有这方面的优势嘛所以讲了半天所谓的美国的基建，他要来做一些亡羊补牢的工作，那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早该做的事嘛事实上，比如说我们随便举例比如说加州的高铁，请问盖了多少年到现在都没盖出来然后预算一直追加然后地方议会来阻拦然后还要做环评还有地方的人反对搞了10几年，到现在就是没有盖出来所以这个我坦白说是这个政治的体制出了严重问题了。就说你如果是跨州的大型的基建，那可能是联邦政府要编预算
到了地方，对不起啊，完全都是地方的政治势力，或是环保啦，各式各样的势力就都开始介入嘛。所以你到最后就是盖不出来嘛，或者碰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嘛，然后你就会一拖再拖嘛。这跟我们台湾的那个机场捷运不是一样？对，你看我们机场捷运盖了多少年啊？对不对？总共花了多少钱啊？那中国大陆那个北京的机场盖完，人家一拉那个捷运就盖完了。所以我说这个东西有制度的问题，也有它的经济体制，那长期不重视，所以承包商也都不见了。对，基本上都变成别的国家接手了嘛。这个事实上跟它的造船业都外移，然后现在军方在那边大叫说我的作战舰没有造船厂可以盖，完全是同一种逻辑了。没错没错。来请教玉芳委员。先讲美国总统的选举哈，现在真的还是看不出来拜登跟川普谁会赢。但是呢，拜登当然有执政的优势了哈，然后川普主要是太多的官司，你要说这些官司都不会成立，不容易。好，但是你说看他成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很可能真正定验的话，那已经是大选选完了。对，而且这样子的这么多官司。越来越多官这样缠着他他正好在地方上去讲，到各州去讲说，我就是被迫害嘛，他们选不赢我，所以就用司法来对付我，来迫害我这样子嘛。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共和党里面，他的民调始终是遥遥领先，因为共和党的支持者绝大多数人认为，川普是一个不错的总统，川普现在是被迫害的。当然，相对来看拜登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原因他这年纪大了，他80岁是美国的岁数，用虚岁来算，其实他已经81岁了。到明年要投票的时候，那他已经大概都已经82岁了。好，所以这个也是拜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在这里，而且最重要是他常常说错话。你刚才把中共这个第3名讲成第2名是很小的，是他走路上飞机在台上演讲常常摔倒，然后说话常常说错，然后有时对着空气把手伸出来，要跟没有存在的人要握手，这个让美国这个社会其实相对其他世界各国来讲。美国这个社会，美国这个国家是年轻的，比我们国家还年轻很多。一个年轻的国家里面，他们不会喜欢这样的人。现在共和党是没有找到真的年轻人家支持的人，就是当年尼克森为什么选输的原因嘛。因为突然间来了一个这么年轻的甘乃迪，讲话那个举止都非常的成熟稳健，可是年纪这样的年轻，所以大家就投了甘乃迪了。但是呢，现在你说共和党在创造这样的一个人，年轻能干人出来，我觉得也不可能。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就是拜登跟川普再决战一次，那会不会谁赢呢？现在估计真的还早，因为你看乌克兰战争如果一直连绵下去的话，我告诉美国很多人开始受不了了。这也是川普在讲，你看国内那么多人没有钱过日子，我们尽量把大把的钞票用在乌克兰战争里面。这共和党很多的议员都这样在宣传的啦，所以我们只能说这是别人的选举，可是谁当选呢？显然对我们都很重要。是对台湾其实是蛮重要的那我们来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包括现在阿联酋啊，各个这个中东国家其实跟中国大陆关系越来越紧密，不只是基建上面的合作，还有军武的采买也有这个在进行中。其实中东的形势很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中国大陆能够促成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和解，然后他的势力进来，然后美国的势力衰退，那现在越来越多中东的国家跟中国大陆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其实这个对美国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所以我觉得美国一定会想要努力破解这个东西，但是问题是美国现在自己的他不像以前那么有钱，他不像以前可以大撒币，然后他的基建能力、其他能力也不足。所以这是美国自己要去克服的一个问题。那我是觉得拜登现在看他提这个，其实他刚上任的时候就提过一模一样的东西，也是在讲美国的基建能力。但是好笑的是，其实你知道吗？这个报告根本是错的。
哦，错的啊。对，因为这个报告里头，它第3名是中国，对不对？那实际上这个报告其实本来是出自于美国另外一个评估报告，那里头第3名叫什么？不叫中国，叫香港。哦，他后来直接把它代用成中国。所以他当时讲的是香港的基建是全世界第3。那如果以中国大陆排名是多少，你知道吗？36。所以它是准确的吗？所以这是美国自己做的评估报告，所以这个就是好笑。那拜登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但他这样就是要刻意去凸显说我们现在已经被中国赶过了，不行了，要加油。其实我跟你讲，大国通常不太可能排名在前面，你知道，因为幅员广大嘛。对，幅员广大，你的基建怎么可能做得那么好？因为有太多的地方，你根本人类难以达到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拜登只是借这个机会，一方面又是宣示大傻逼，那另外一方面又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假想敌，然后能够引起同仇敌忾，然后想试着这样拉抬自己的声势。但是我是觉得，其实现在这些司法对川普的这些追杀啊，老实讲，对川普反而是有利的，因为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去年那个时候，川普的声势一度跌到非常低，然后结果他的声势怎么突然之间起来，压过 Sanders 的，就是他被传唤出庭，他们那个司法官司缠身，然后一下子被他整个操作起来。所以川普向来是非常厉害，会以战养战的人。所以我认为，如果美国的司法机构对川普不断追杀的话，反而到最后川普的民调可能会急起直追，甚至会压过拜登。是，就是狂打悲情牌，搞不好他就逆转胜了。我们先来看看，包括最近日本的防卫省公布了白皮书中间提了中国达到31页，所以中国呢国防部也有一些回应他说这是日本刻意渲染、抹黑、炒作，包括您看到中国大陆有一种说法他们认为日本有台湾情节。过去我们觉得台湾有日本情节，可是中国大陆包括这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院长前院长陈宏斌就讲他认为日本有台湾情节，不会自我了结，所以除非让他无牌可打，意思是什么呢？他们要让日本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来帮助台湾吗？或是跟台湾有什么样的这个交流呢？中国到底如何让日本无牌可打呢？我们进一步来看看那可能在经济上，可能在方方面面要超越日本吗？先说经济上面，包括制造汽车这件事情中国大陆 Q1 出口107万中国今年渴望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1大的汽车出口国，把这个市场给吃掉。而另外呢，因为全球或者是西方世界不是在制裁俄罗斯吗？所以日本也禁止出口车辆到俄罗斯。那中国大陆就趁着这个时间点呢，大举的抢占俄罗斯的市场。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日经的报道，是中国的化妆品在日本的人气现在也慢慢的起来了那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克鲁曼他有一个分析因为他分析是什么呢？现在全世界的经济，中国大陆的经济会步上日本的后尘吗？克鲁曼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会比日本更糟这是克鲁曼他提出来的一个论述。而另外，在欧洲这里，到底能不能够跟中国来做经济的脱钩呢？去风险化脱钩，现在在欧洲各个国家其实有一些讨论，包括您可以看到 ING 全球总经主管布泽斯基他就说现在包括德国经济停滞，购买力也很弱，工业订单单薄，货币政策紧缩，加上美国的经济也放缓了，所以德国的经济陷入停滞跟衰退的中间地带，听起来不是一个好消息。那法国的财政部长也讲，中国不是风险，经济脱钩是幻想那他也进一步解释什么叫做去风险。去风险不代表中国是一种风险，想要切断跟中国所有的经济关系，这是一种幻想。这也是过去这个由美国领衔来主导或是提议的脱钩跟去风险化。那还有更多的这个后续的问题在欧洲发酵，包括移民因为乌克兰移民嘛，乌克兰打仗所以会有一些难民包括叙利亚的难民都还持续在这个欧洲到处在这个申请移民。那这些进步的国家或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它接收移民，可是在国内有一些争端。我们看到的是荷兰常青总理，他叫吕特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他在德国当了很多年的总理，可是现在他决定退出政坛。为什么？因为你看到街头上，在荷兰的街头有人举牌
有人认为移民不要再接收了哦，希望移民退回去哦，或者是移民的问题出现了分歧，因为荷兰今年到5月哦，已经收到了16000多份申请。移民的申请哦，那到了明年，到了年底，申请会超过7万份哦，所以荷兰内部会有一些讨论，要不要更多的移民进来？这个移民不只是难民，还有一些是包括我们台湾也有人移民到荷兰，他们会觉得说是不是太多了，所以有一些分歧。而另外我们看到核武器核子战会打起来吗？也会让大家忧心。包括你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现在还在打，前俄罗斯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就讲，他说如果你乌克兰进行中的反攻取得成功，你想要这么做的话，俄罗斯就必须使用核子武器一直在威胁，一直在放话。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北韩也是另外一枚未爆弹，现在北韩在胜利日阅兵，我们可以看到巨型的核子鱼雷、末日海啸武器也出现在阅兵的行列里头了哈。所以日经这个新闻就说，亚洲已经进入冷战2.0，因为北韩它联合中国跟俄罗斯来抗衡美国、日本、韩国，这个世界有可能会爆发所谓的核子大战嘛？我们先来问问看亮哥你怎么看？包括日本的防卫省白皮书，就是他们国防部的白皮书不断的提到中国这件事情，是他们很怕中国吗？还是真的中国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因为日本他要把他的国防预算从 GDP 的1% 要逐年增加到2% 嘛，那今年大概增加了30%，那未来还要增加70%所以当然要去强调就是空前巨大的战略威胁这样的语言，那第一次出现了那么事实上也是了事实上也是，可是日本它过度介入俄乌战争使得俄罗斯开始反手，就跟中国结盟嘛。事实上到这个礼拜为止，已经是第3次中俄海上联合军演，那这一次是从日本海往北到鄂霍次克海那上礼拜我们知道在日本海中部那还有一次是俄罗斯的军舰直接从台湾东岸的海域了然后开到宫古岛，再开到上海，这几乎是日本全岛都可以被包围了。就是谁造成这种局面嘛？你日本怎么可能自己来对付中俄联手那结果这个叫做恶性循环就是你本来想说我国防预算要增加我很危险这个就是我们国际政治学里面讲的，这叫安全的两难嘛。你越觉得危险要增加军备，那结果人家就也增加军备，那你就越来越危险了。目前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大陆这个学者那个讲的话，我实在是听不懂对什么日本有台湾情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以前我们都说台湾有日本情节。我跟你讲日本事实上前一阵子防卫省的官员来台湾做兵推是，他本来有40几项要做兵推，结果兵推到26项就结束就回家了，刚好兵推到开战前，所以他们很谨守分寸是，开战后我们不介入，不插手。因为你只要跟台湾做开战后的兵推，那你就跟美国一样了嘛。所以他非常谨慎他是美国介入，他在考虑要不要介入那第二个，朝日新闻有做民调支持日本出兵到台湾的民众只有11%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学者在说什么哪有什么台湾情节？对呀，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个日本人是喜欢台湾是没有错啦，这个叫台湾情节他可能误以为啦，就台湾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日本会无条件。那你就去看日本的观光客出国的第一目标是不是台湾嘛？我们台湾第一目标就是日本，是，对不对？是，我们喜欢吃日本菜，什么什么一大堆啦之类的啦这个我实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那俄乌战争真的很麻烦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是乌克兰事实上顿巴斯那边，俄罗斯大概拉出了一个1000多公里的防御阵地，所以他能够反攻你看几乎没有在顿巴斯做反攻嘛，他大概都是打扎波罗热啦，要么就是去搞破坏啦，那个克里米亚大桥啦，或者现在
渗透到俄罗斯境内，是用无人机去打莫斯科啦等等啊，所以这个战争恶化越来越处于一种难以掌握的局面。是，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们来关心哦，包括你看到世界有时候会有很多的争议，有时候很多的冲突，其实危机都在旁边哦。包括有可能乌克兰战争引发核子大战吗？来请教玉芳委员。我先这样讲了哈，就是说，你看2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就是真正的这种很羞辱性的这样撤军，就是阿富汗。因为他的经济真的是撑不下去了，完全撑不下。否则你看他在外交上来讲，基本上都是非常强硬的。我这里面当然包括像佣兵，你像车臣的战争打了很久，而打得很残忍，他也要把它撑下去这样。那你如果再把2次世界大战这个放进来，他几场这个战争跟德国的战争都打得很残忍，好，但是他是没有退的，没有再退兵的。你现在很难想象，像这个普丁这样的一个人，他自认为是一个俄国要复兴的中心之主了哈，他会在乌克兰战争里面会用近乎投降的方式去签这合约，你很难想象啊。所以那美国其实西方也是怕的，怕他最后拿出很可怕的手段，就是核武啊，或是化学的这些战剂啊在使用，所以他们对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还是有所节制。譬如说战斗机一直没有提供给他，到最近才开始在训练 F-16的飞行员，要让他使用 F-16。然后你看他卖给他的这种炮，在最有名的像海马斯这个多管火箭，它的射程也把它做了限制，否则它可以打很远很远的。那限制在几十公里而已，这样就是说你不能把战争带进俄国的境内。至于说无人机呢，因为那个心理的效果比较大，真正的杀伤力是比较小的。好，他最多把莫斯科一些公寓啊、邻近的一些城镇啊、一些公寓给他打了窗子，可能打掉了这样子。所以美国这一直很节制，就担心。但是我还是真的看不出理由说，俄国人到最后宁愿很激进被羞辱的方式去签这个合约。而不选择用一个更决烈、更粗暴的手段去吓阻敌人，至少让他保住克里米亚跟乌东的一部分的土地，我看不出。因为那个如果把克里米亚交出去作为弹劾的条件，乌东呢也大部分归还，然后做一个弹劾条件的话，那普丁这个位置简直是他的位置保不住，搞不好连命都保不住了。因为俄国他到现在还敢这么蛮横的在打这场仗。因为俄国的民族主义在支撑他，多数的俄罗斯人还是支持普丁的做法的，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不是要怎么办？因为俄国这个战争还会撑很久，因为俄国毕竟是个很大的国家。好，你说我这个空对地的飞弹打完了，我就拿反舰飞弹来改装一样可以从空中发射打你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他还有弹药库里面还有很多东西。然后他也想办法去跟北韩买譬如他跟这个伊朗买了这个无人机，他现在去俄国的国防部长到了北韩，他也可能给他买一些飞弹啊，买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战争还要打很久。是战争，我们看不到尽头。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留给彬哥。其实这几年你会发觉北韩它的核武啊、导弹的进展速度大概是全世界最快的，它那个发展实在是快到有点不可思议。其实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在怀疑它的核子微型化的功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它现在很多都已经可以装上弹头了，然后各种各样，包括潜射型的导弹，它也研发出来，然后各种现在什么巨型核子鱼雷也出来了。它这个速度真的非常非常快。我个人是认为，恐怕是有
专门的在提供给他相关的技术，这不可能是单纯他单独研发出来，不然不可能是全面性的进展，等于是整个大跃进，这听起来看起来是非常不可思议。那看起来，我觉得最有可能提供给他技术就是俄罗斯。对啊，我觉得非常明显是这样。那问题是，北韩今天会演变到这个地步，其实我觉得他已经会越来越麻烦了，因为现在美国的态度就是拒绝跟北韩谈判嘛，然后就不断在那边进行军演。那只要你一跟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谢点玲，他是国民党的彰化县议长，国民党籍的哦。昨天晚上深夜抛出了震撼弹，他说我要退党我要退党，为什么呢？为了2024的总统大选的纷纷扰扰吗？而且他是挑在侯市长访日的前一天晚上宣布，感觉上有一点给侯团队难看我们来看看呢，过去他做了什么事情？这几天呢，他都不断的在跟郭台铭合体。我们先看看郭台铭，因为他动作不断嘛。7月27号，他在北台湾跟林金杰合体，那个时候林金杰就被党警告了。然后呢，隔2天，7月29号，礼拜六，谢点玲陪郭在彰化拜庙。礼拜天，昨天又陪柯逛美食嘉年华所以呢，谢点玲到底是不喜欢侯友宜、不支持党的候选人才退党吗？还是为了什么呢？那当然谢点玲他自己写了一篇退党的声明他有他自己的解释，可是外界当然有很多的想法跟说法那他有没有事先告知侯团队呢？而且他的退党声明日期压在7月24号耶，这是全代会的隔天呢。那为什么今天才出来这个声明才贴出来昨天深夜嘛，今天凌晨才贴出来呢是不是早就想要走到这一步呢？谢点玲他们在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是当地的这个政治世家，他的亲姐姐谢依凤谢依凤在国民党有要职那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谢依凤也是立法委员，同时她也是党的书记长也是中常委。今天谢依凤的回应是说这是谢点玲自己的想法，不是外界说的为了选举做双保险，因为外界的说法是谢家可能两边押宝，一边押国民党的侯友宜，另外一边押郭台铭，甚至柯文哲也暗送秋波，是在买保险吗？谢依凤是否认这件事情。那这个林金杰的部分呢？必须讲虽然党本来要处罚他，可是后来好像也不了了之了。那他不断的在对外吐苦水。林金杰讲说，国民党现在一团乱，选立委没有任何议员来帮忙，我现在是一个人，那该怎么办呢？国民党的团结在哪里？现在郭台铭来关心我们那党的候选人呢？有来关心我们吗？看起来苦水很多大家心里面乱糟糟。而我们可以看到蓝跟白，先不讲总统大选的成绩了，讲区域立委的合作已经开始了，包括在基隆我们看到的这个民众党的部分谢立功前民众党的秘书长说他不选了那看起来是要礼让基隆的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那绿现在最大的敌人看起来还是柯文哲，因为柯文哲的民调比较高嘛我们看到包括演唱会柯 P 秀之后铺天盖地的说你们这个民众党跟中国有连结，是认同中国。先讲说这个演唱会的幕后的一个算是主办单位吧因为演唱会当然方方面面都要有人来串联所以这一次柯 P 秀的主办单位叫做尼奥创意行销。那我们看到林延凤，他是台北市议员，他就指称说，这个行销公司的负责人叫戴丽玲，跟中国的关系匪浅包括在中国大陆有生意呀，各种方方面面的连结呀。陈志涵科进办的发言人就说，这个是民进党想要警告音乐界，非我族类，人可诛之，有这样的说法那林延凤当然一来一往林延凤又加码说，其实包括这个所谓的戴丽玲就是
跟这个黄珊珊关系密切哦，珊珊的姐妹啊总之想尽办法要在民众党的白色的布上面再染上红色的色彩。我们看到，包括现在民众党内部也有很多小的乱子，包括他们的官网上面的英文，怎么搞的？Vote white, vote right。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一般这个台湾人，你的英文是普通程度，你可能说那是投白色或是投对的人其实在英文不是这样解读的在英文上面可能会变成一个你要投给白人，你要投给极右派大家知道美国的3K 党 KKK 就是这个白人至上主义就是必须讲跟种族上面蛮敏感的一个议题啊。那其实民众党也很快的说道歉，不好意思，是小编的英文程度太差，会加强训练。可是已经铺天盖地了。你看，包括赵怡翔说这个是国际大笑话，洪申翰说这个是民众党是英文不好乱写，还是真的没有错呢？他就是10年来柯文哲不断告诉大家自己就是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者。总之呢，柯文哲现在的高声量已经被民进党看在眼里，非常眼红，不断的在打他。包括柯文哲没有国政幕僚，还有破口，吴子嘉就断言，其实柯文哲还有一个要头痛、要伤脑筋的部分，就是你没有国政幕僚，而且你的副手如果找黄珊珊，你就输定了。的确，我们现在看到柯文哲是一个人的魅力撑全场。他的副手是谁？现在其实完全没有下文。我们先来请教亮哥，亮哥你怎么看？包括谢点玲的退党，以及民众党现在是不是已经变成民进党的主要攻击目标了？谢点玲应该早就是这个想法了啦，退党。因为你看那个签日期嘛，就知道了，就是517之后，他大概就比较偏郭台铭啦那个只是。他现在当然理由就是不好让他姐姐不好做人嘛事实上这个情况，因为他们家本来就在彰化有相当的实力，那选议员是没什么问题啦，是选立委碰到那个时机不对的时候才会落选因为谢点玲就输过一次，然后他姐立刻就抢回来了，对不对我认为这种现象恐怕会慢开因为前面还有一个南投议长。那这个彪哥现在也只是不方便表态啦，因为他小孩也要选立委嘛，对不对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比如屏东的周点论啦，还有傅崐萁啦，很多地方啦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国民党如何处理这种问题啦，因为侯友宜就去日本了嘛不过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事实上，那个谁那个林金杰讲的那个话也是，人家来拜访我我不能把他拒绝而且林金杰那个土城顺圣宫的主委就是卢嘉诚林金杰是荣誉主委那办公田那郭台铭来了，你不可能不接待这个东西事实上也牵涉到侯友宜啦，就是说侯友宜到底花多少时间在选举啦？党内的区域立委是不是都见过面了？这个都是选举的基本动作嘛。你看赖清德事实上跟所有立委都吃过饭了，那更不要说走各地，而且都是他提名的。不啦，那个区域立委有很多，对啦，有一些是啦。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是资深有实力的，他几乎都见过面了，都见过面了。那侯友宜是1个礼拜只有2天可以正式参选，你去想一想这个时间，而且你起步那么晚，那你平常在国民党内又不是一个喜欢串全国门子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对中央党部也不熟，对各地的区域立委也不熟，更不要说跟县市长。对，县市长他只跟少数人熟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基本问题了，就是他的问题就在于候选人的特色现在没有非常清晰了。我们如果讲那个选举影响总统大选大概3大要素嘛，一个是候选人，一个是政见，那一个就是政党嘛。侯友宜到现在的分数大部分是政党盘，那赖清德当然就是政见盘嘛，因为只有他主张台独而且还有政党还有政党对不对
那是因为他的政党有包袱了，也失去很多分数。那柯文哲就是候选人盘嘛，那侯友宜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候选人跟政见盘要非常的旗帜鲜明，要有能量出来嘛，不然坦白讲，这些人都是选过很多次选举的人呐，人家会不知道怎么选吗？你选一个局，到现在候选人感觉不出你有很鲜明的特色啊，感觉不到啊。政见到底哪一个鲜明嘛？你再往下看你就知道了。郭台铭即将访美了。已经去了 ，OK， 他要去兰德公司嘛，对，然后要见季辛吉嘛。我跟你讲，郭台铭从头到尾就只有打两岸嘛，对，你看他的走法嘛，然后金门宣言花了多大的功夫去写，所以他未来就是要走战争与和平啊，那一定要回到一中各表这个路线，所以他的政见会非常的犀利啦。那侯友宜的主要政见是什么？你论两岸，你比不过郭台铭的犀利啊。那如果论内政的批判，你比不过柯文哲的犀利啊！因为我看到柯文哲大概跟国民党、跟民进党那边打来打去的，就是柯文哲啊，对不对？然后两岸郭台铭即将要走的就是两岸非常鲜明跟民进党要对比的路线嘛。那侯友宜呢？我觉得大家现在只要选过举的人，大家都在看这个了。你的候选人特质是什么？你的路线是什么？大概是这样。先天不足啊，有一点后天又失调，现在的困境大概是这样。来请教彬哥。我觉得谢铁宁这个是摆明了，他早就已经要脱党。那你们，他虽然这个中时这篇文章讲为了这人是讲谢依凤，可是实际上为了这人大家都知道就是郭台铭嘛，就是他连退党声明都跟郭台铭的退党声明是一样，他直接用他的金句，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动作已经是超级明显，他就是支持郭台铭的。那刚亮哥也提到，其实党内类似状况的还很多，未来可能一个一个都会爆出来。他们其实现在按兵不动，是在等郭台铭正式宣布参选而已。宁愿要等他们正式宣布参选之后，他们才会觉得比较师出有名嘛。所以国民党已经面临一个分裂的危机啊。这是摆在眼前的一个事实。这一次郭台铭来势比4年前还凶啊！他这一次是直接不客气，就直接去挖国民党，对，他就直接挖国民党的墙角，就直接拆你的台。然后我也不知道这2个多月来，就是朱立伦跟侯友宜，就是整个国民党党中央到底有做了什么动作，我也不知道。好像就是眼睁睁看着这个事情不断发生，然后束手无策，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对这些小鸡来讲，当然党中央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们党有自己的候选人，你们为什么要去蹭别人？可是我也一直不明白，因为有好几个小鸡有跟我讲过，说他们跟侯友宜基本上没有任何互动，也没什么联系，侯大概也不会主动找他们。那请问一下，这个选举怎么会这样选？我真的觉得非常奇怪。就是你至少你自己所有的党籍立委、党的提名人。你至少都要见过一面吧？你大家互相拉抬嘛。然后侯友宜到现在连这个动作都还没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2个多月了，为什么完全没做，我也不知道。他可能还在调整自己啦。他要调整多久？给他一点时间。然后前2天重感冒，整整6天没有任何动作，这像是要选举的人吗？你说候选人本身生病那没关系，那他有团队在啊，他的团队可以做一些动作啊，完全没有，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疑惑，是我们太急还是怎么样？是人家其实是老神在。拜托，老神在民调应该要在前面。是啊，我就觉得奇怪，不懂啊，因为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急，你看朱立伦看起来也不急的样子啊。你看这2个多月朱立伦有做什么动作也没有啊，那侯友宜也没有啊，他们就一副老神在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什么压箱宝还没拿出来，我真的搞不懂。所以这个在我们旁边的人看的是很忧心，那民进党也忧心了。你知道为什么？民进党忧心侯友宜如果掉菜下去，那柯文哲就爬起来，很危险。所以民进党现在全力打柯啊。那最近确实看到一些效果，柯的民调看起来是好像没有办法再往上升，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所以表示民进党打了有用。那打了有用，民进党会干嘛？继续打，更用力打，就这么简单啊。这没什么别的好讲啊。所以你看现在什么东西，他反正民进党绝招也很简单嘛，用尽办法把你抹红，给你戴帽子，是，然后就想另外吞不吞无所谓。然后你不管你怎么辩解，反正我就继续不断的抹，然后看起来是有效果的啊。所以民进党现在的趋势就是
想尽办法让侯友宜自己拉抬、自己拉起来，然后把柯文哲再打下去。最好柯文哲跟侯友宜民调差不多，这个对赖清德最有利。对，所以摆明的大势就是这样。所以我只能说，如果以这样的发展下去，如果郭董最后又要参选，那看起来这一盘就是赖清德的局了，再也几乎是没有任何胜算。委员，是我们太心急吗？哦，还是说其实可能朱主席或其他人金小刀他们有压箱宝还没有拿出来，是我们太心焦了吗？当然，一方面是党的文化啦，国民党的动作年纪，这个国民党的年纪是最大的，可能他很多的动作就很注意那种基层啊、组织啊、动员啊。坦白讲，就是说他空军是打得不好，就靠地方上的组织，那就陆军。那陆军的动员的速度是很慢的，非常慢，而且要好几次的动员，那个气氛才会出来。现在只能说气氛就还没出来。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侯友宜现在毕竟还是新北市的市长，所以他有很多的时间还是在市政的问题的处理上。比如说有台风要来，我想他大概晚上都睡不好，好，因为台风如果出了问题啊，那人家又要怪他说，你看市政都处理不好，你干嘛去选总统啊？然后过来就是说所谓的小鸡跟总统候选的问题了哈。我说个真话。我们那个就4年前，我们在选立委，韩国也在选这个总统的时候，我也没有接过他一通电话。但是到比较接近选举的时候，我们办那个造势的场子，他就来了。对，所以你很难讲。像林金姐说这话，我觉得是蛮奇怪。你现在是新北市的市议员，现在的市长是侯友宜，你们俩的互动会不够吗？如果不够的话，你觉得是侯友宜单方面的，还是你林金姐也有责任？我认为有点夸大其词了。而且我知道的是，其实侯友宜跟一些立委们，甚至议员们是有在通话，是有在联络，甚至请教问题的啦。有多少人，比例多少我不知道，我也不能在这边去念他们的名字，但是的确是有。你想想看，再笨的人也知道，有些立委你要跟他联络。好，有点不分区啊，他可能比较没有区域的这种动员的能力，或许你就可以比较，也不是忽略，就可能比较接近选举的时候再开始动员他。但有些市议员，有些的尤其是议长，他们这些副议长这些，然后有些立法委员，他怎么可能说没有联络呢？你想想看，也知道新北市这个大的市，刚是他的选区里面就有多少立委，多少个议员嘛。我认为那个部分是有一点在夸大其词，有点夸大其词。对啊。那我再讲，推到8年前，朱立伦自己在选这个总统，是不是？我们在选立委，你觉得他有时间给我们联络吗？没有时间再联络而且这一阵子坦白讲，纷纷扰扰事情太多，也对侯友宜的干扰也很多了。不过不管怎么样，他们2位都觉得说，你跟地方的联系不够，跟这议员、立委的联系不够，你就是要加强去联系嘛。你没有办法做你的重要的幕僚，没错，包括金溥聪都应该要替你去做这个事。还有你的总部里面，原来副市长这个谢不是也到总部来了吗？对。那你谢副市长，你就应该做这些事情啊，当做分身嘛。对呀，对，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是，你是孙悟空，你也没有办法。没错，你要把你的头发来变其他的分身出来替你做事情嘛。是要用更聪明的方式来做对的事情。没有错了。